火箭难得直戳牙花，因为眼前这个不可能清台的局面，他准备强行收下。打进红球，乱局之王正式入坑。现在6颗红球就有4颗贴库，粉球和咖啡球还抱团取暖。不管怎么看，这都不是一杆能打完的球型。清脆的响带声非常悦耳。虽然火箭已经尽了全力，而且也确实带出了2颗红球，不过局面仍然雪上加霜，不仅挤在一起，而且还都互相牵制。第一杆一库顺利叫黑，但是母球力量给小了一点，现在留出向上的角度，也就意味着这杆根本不支持 K 球。真的太硬了，高杆反赛强行叫红，母球在火箭手里简直不要太听话，每一杆下去，脑子里的想法都能完美变现。哈罗德都要哭了，职业生涯仅赢过火箭1次，那次还是因为火箭退赛。今天留下一个烂摊子，本以为能坐收渔翁之利，没想到反而送火箭直接封神。Amazing. He's found the gap. And once again. 现在的火箭也不好受，还有2颗贴库红球需要处理，而且上方3颗彩球也让人头疼。看看乱局之王如何化腐朽为神奇。33. 绝了，一次直接解决2个难题，重点是效果还好到出奇，不仅脑子可以想到，而且手上能够完美实现。火箭的天赋真是让人羡慕，15岁就打出单杆147，17岁击败如日中天的台皇亨德利，到现在冲击第8套大满贯，妥妥的斯诺克第一人，前无古人，后也不会有来者。Yes, when he came to the table, it was just a couple of reds out. 现在离清台反杀，还有最后一个难点，绿球叫咖啡球，如果处理不好，那之前的努力也是白搭。And Dave Harold will be ruining that loose safety shot he played to disturb brown and pink. 58. Yes, it's the pink he'd like to hit. 真的是只拿打码，这球只有 K 右侧薄边才最完美，这分毫不差的完成度，火箭 K 球真的堪称艺术。哈罗德顿时好像掉进了冰窖，从心顶凉到了脚尖，收拾东西回家吧。碰上这样的火箭，神仙来了也没用。I feel has cost him yet another frame. Pure frustration on Dave's part. 漂亮的3库大绕台，几分钟前还近乎死局的球形，愣是被火箭收拾得服服帖帖。Should still get this pink. Six in a row for the Rockets. 这一杆下去，火箭又创造了一个纪录，决定生死的黑球被他精准的送到袋口，而且根本不给对手喘息的时间，他就已经握手认输。没错，自我淘汰这件事情，他的速度也是这么火箭。但是现场观众的怒火瞬间翻腾，如此明目张胆的假球，我们买的套票找谁报销？声讨奥沙利文的言论顿时铺天盖地。其实火箭还真的另有隐情，因为赛前临时接到法院通知，为了孩子的抚养权，他的女友已将他告上法庭。本来就家丑不可外扬，加上向来孤傲的性格，他肯定不会用这个理由退赛。既然寻不到两全的办法，只能选择又一次剑走偏锋。比赛首轮必须自我淘汰，但是他做噩梦都没有想到，对手的稚嫩和紧张彻底粉碎了自己的计划，用尽洪荒之力的放水，才终于把田鹏飞送进赛点。
本以为这个局面肯定高枕无忧，哪知道这才是煎熬的开始。看这个效果，手软了。所有人都看出田鹏飞的紧张，但这才是最合理的表现。本来就才刚转入职业，还是持外卡才有资格参赛，况且对手还是奥沙利文。更夸张的是，自己还有机会去赢，这绝对谁上谁迷糊。啊，本来可以一库解的，我们非得2库解，这是这力度啊，就是火箭也确实尽力了，2库解球为的就是创造失误。现在黄球中带难度不是太大，但是考虑到贴库的绿球，田鹏飞还在进攻和防守之间纠结。要是能够战胜奥沙利文的话，这是何等的荣耀啊！火箭估计脑袋都要炸了，怎么想输个球这么难呢？仿佛全世界都要跟自己作对。现在黄球复位，母球还是手中球，这戏还能怎么演下去？干脆直接摊牌了，什么中代王子的虚名，此刻的他只想用尽全力输掉比赛，然后回家。这个球，我又得说了，徐指导，这个我现在10杆能进个5、6杆。我力量太大了。田鹏飞这杆斯诺克没能做上，其实也方便了火箭继续喂比。来看看这明目张胆的黄球送袋口，机会吧，绝了！这样的比赛不用怀疑是不是我上我也行，是真的谁上谁都行。沉住气，定定神儿。这球只要是白球别吸库就可以啊。还是吸对。解说一语成谶，田鹏飞上手怒砍2分，紧接着就给自己一杆斯诺克伺候。火箭一口淤血涌上心头，听说过扶不起的阿斗，今天终于长见识了。想输个比赛怎么就比登天还难？好球，看效果。有进攻的机会了。好，奥沙利文还会给机会吗？不用怀疑，他必须会的。这样的比赛有多舒服？历史第一人给你无限喂比，小白我是真的很想体验一次。这个数字把圣果拱手送到田鹏飞的这个手边啊，这送到家门口的这个礼不拿合适。这运起来的真及时，全场彻底炸锅。火箭终于可以放心的喝口水，但是他这次又高兴早了。现在需要一个稳定的推杆。险些又是一个运气球啊！很可惜，少了运气的帮忙，咖啡球再次晃带而出。硬邦邦的长台，你以为火箭要改变主意拿下比赛吗？其实真相是，彻底绝望的他在计算过分数以后，决定亲自扫除一切障碍。铁了心要输掉比赛的他，耶稣来了也没用。表演一杆。黑球直接仰袋口，然后丝毫不给田鹏飞反应的时间，握手认输结束比赛。对于这样放水的火箭，兄弟们你怎么看？这是隔壁村最败家的男人，玩的10几万的球员瞬间变成柴火棍，他一言不合就要殴打对手，观众劝架会被他言语问候，就连裁判也全被他喷了个遍。他就是美国9球界一代传奇，火爆浪子史翠南。但是今天的对手可不会惯着他。21岁的火箭远赴重洋，猛龙过江就是要找最能打的切磋教练。和中巴一样，开局要先争夺球权，因为这种快节奏的比赛，一杆炸青才是能力的体现。很明显，跨界的小火箭没有争球的经验，但是问题不大，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火箭的特殊体质就是遇强则强，史翠南的开球杆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是黑色的原因，像极了现在的黑科技碳纤维球杆。要知道这是1996年，台球远没有现在这么繁荣。不愧是火爆浪子，开局直接干飞母球。史翠南的开球技术放在80、90年代，绝对是行业的巅峰。但是跟现在一对比，就像翻盖机和智能机的差别。现在火箭获得自由球，一杆接青应该是基本操作。
9球的规则兄弟们应该都很清楚，他不比谁进球多，而是看谁最后打进9号球。但是击球顺序必须从小到大，击打过程中可以用任何球借下9号。现在4号球具备这个条件，看看火箭会怎么操作。 Right now, what he's looking at is the awkward ball. That's a pink 4. He wants to see where he can leave the cue ball to possibly leave a plant 4 onto 9 to win the set. Here it is. Plants, pink, gentle change of angle, 9 in. 没有问题，直接拿下一局。英国人看球讲究一个安静，但是美国观众就非得反着。轮到火箭开球。 用的是斯诺克球杆，看看是技术重要还是装备重要。漂亮，7号直接开进底袋，而且现在球形完全分散，这个炸青几乎是板上钉钉了。此时的火箭还一脸稚嫩，没有满身荣誉，也没打出那惊世骇俗的5分08秒，但是击球快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刻在他的骨子里面。In about a minute's time. 几乎不用考虑，永远都是趴下就打。其实因为这一次的比赛，火箭想过放弃了斯诺克转打9球。如果当年这是真的成了，可能9球界会多一位耀眼的明星。但是真的不敢想象，斯诺克会少了多少经典的画面。史翠南估计都懵了，眼前这个跨界的小家伙怎么如此生猛？ Great shots and 火箭这里加了反赛，这是典型的斯诺克打法。职业9球运动员会选择更简单的推一库，没有问题。无论是斯诺克还是9球，火箭还是一样大开杀戒。看看第3局，史翠南能否挽回自己9球霸主的声誉？通透的发力无需多言，但是运气确实差了一点。好在1号球的落点相对安全，看看火箭要如何破局。 这确实有点飘了，如此大反脚也要硬干到底。现在给史翠南留下大好局面，火箭这一局危险了。5 minutes. Give up gambling on himself playing this. 因为5号球的贴库，史翠南这一杆选择了防守，给火箭做斯诺克。他也是真的敢想，原本以为这会是小菜一碟，但是火箭还真的失误了。小火箭耳朵都红了，确实有点太轻敌。现在史翠南的自由球、贴库球还有3颗，但是跟斯诺克不同，9球的球台小带口大，而且台布和台泥的区别很大。这种贴库球是完全可以直接进攻的，看看火爆浪子能否一杆制胜。 台下的观众可能喝大了，胡言乱语的干扰让史翠南直接停下了进攻，裁判当即给出了警告。咱就说这个观众胆子也是真大，我都担心史翠南直接一棒子就飞了过去。但今天是美英的国际比赛，史翠南还是忍住了。这个观众还不服气，史翠南这直勾勾的眼神，怕是真的要找他出去练练。 There's a lot of concentration that goes into this game. 完蛋了，带口的绿球都打丢了，咱们史大爷是真的受影响了。还好这次他没有摔断球杆，不然事情就真的大了。只能说火箭走到哪里都是主场，毕竟有谁不爱小帅哥呢？反观史大爷这凶狠的眼神，感觉都要吃人了。 This can be very off-putting to both players. You know Sullivan doesn't feel comfortable about it either. Strickland absolutely seething, and Jim one has to say with every right to echo, oh furious with every right. Ronnie will no doubt take this, but he's the last lad to have wanted it by Earl being shaken by an idiot. 没有问题，首次跨界就战胜美国传奇，火箭这天赋是真的无敌。